Hello，狮子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狮子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会有12星座的最新消息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好吧 ？OK 哈。首先呢，我感觉这2到3周哈，狮子座的朋友们好像特别喜欢吃柠檬类的东西哈，比如说什么柠檬爱玉啦，或者是喝柠檬不是直接喝柠檬汁啊，比如说水加柠檬汁啊哈，或者是呢最近你就是很喜欢吃这种类似这种味道的东西哈，或者是你什么柠檬烤鸡啊，哈也可以 OK 哈，好然后还有最近狮子座的朋友们也很适合这个柠檬玉哈，应该我没有记住它的名字，有一种水晶呢，它叫做柠檬玉，是黄黄绿绿的颜色 OK 哈，所以呢我会建议你在这2到3周呢，可以用这样子的颜色啊，或这样子的饮食啊，或者是这样子的水晶自行灵活运用去做一个搭配，好吗 ？OK 哈，好，那第二个呢，要给狮子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我感觉这个布好像被我洗一个有点缩水哈。不好意思，岔题了哈。好，那这2到3周呢，还有狮子座的朋友们哈，我个人会感觉哈，你最近这2到3周呢，应该会应该是说会有这种非常多别人的邀约，特别是烤肉的局哈，比如说一起去吃什么烧烤啦哈，然后喝点小酒啦哈，或者是呢，就是会有这种大口吃肉的局哈，所以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肉的感觉很重 ，OK， 所以有可能呢，别人会找你去吃烧烤啦，或韩国烤肉啦，好等等之类的，我会建议你哈尽可能的去，因为我感觉你整个人心理上啊，或这种内心这种抒压啊，或压力啊，会因此得到释放。所以我觉得好好去享受一下，我觉得也不为过，对吧？平常很辛苦了，那该放假，该放轻松，该去好好享受就去好好享受吧。OK 哈，好。那第3个呢，我的感觉是这2到3周呢，某部分的这个狮子座的朋友们，我不太清楚那个颜色是什么，不太清楚那个颜色，不太清楚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我看到的画面很像是一颗白白的珍珠。OK 哈，我不知道呢，你最近是买了珍珠项链，还是说你买一个珍珠戒指，或者是你买了这个珍珠那种耳针哈，就是那个耳环哈，所以我感觉哈，这种小东西哈，就是一颗白白的，就有点像是我手比上这个珍珠啦，哈，我看到的感觉画面有点像是这样，所以我不确定呢是不是珍珠的材质，但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还有就是有一种发夹，它是发夹上面有1、2、3颗那种小珍珠 ，OK 哈，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呢，最近可能这个白色一颗的东西哈，一颗一颗的东西呢。可能蛮适合你，为你做一些能量场上面的调整，或做一些装饰上面的打扮，也会让你心情蛮好的哈。那如果当然刚好，如果你有符合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好不好 ？OK 哈，好，那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啦。在进入今天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呢，我们2024年的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的线上试听会即将又要展开喽。如果呢，你想要来学习宇宙法则以及自我成长，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力量去转化你的思维，突破限制性的框架以及信念，甚至呢，你想要摆脱这些旧有重蹈覆辙的模式以及习惯，你就非常适合来参加宇宙小学堂哦。那我们这一次的试听会呢，是举办在台北6月9号的晚上8点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来体验怎么样来参与小学堂的课程，以及呢有非常丰富精彩的内容，也都会在试听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所以呢，想要来参加报名跟体验的同学们呢，欢迎你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我都会把详细的资讯跟连结附在上面，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你有其他任何的问题，也欢迎你来信到我们的客服信箱。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一次的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首先呢，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钱币侍者，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国王。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狮子座的朋友们，好吗？好，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哈，请稍后哦哈。噔噔噔噔噔。OK， 好，狮子座的朋友们，我觉得呢，你最近这2到3周的能量场，我觉得很简单哈。这个能量场我稍微先跟你浓缩讲一下，就是你可能身边有一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或事件梦想或目标呢，会让你去投入。
但是呢，这个投入的东西好像会要求更多。比如说呢，你要去报考这个学校，他就要求更多；比如说你要去做这个案子，你老板又要求更多，或者是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你已经给予了，他又要求更多。OK 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整个能量场这个故事线哈，有点像是下去上来，下去又上来，然后最后呢，我个人会感觉你是彻彻底底的去理解了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一起来看细节，好不好 ？OK 哈，来，首先呢，这个是钱币侍者，它是你的挑战牌卡，我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暗场哈，它是互相对应的。等一下来做解说。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抽到是权杖五，你抽到是这个 Temperance， 还有抽到是圣杯骑士。OK 哈，这3张牌卡呢，在你这个也就是过去的这个能量场当中啊，我个人会觉得你们某部分的人是为了求，比如说就是和平哈，就是不管是表面和平还是真心和平啊哈，反正 anyway 就是你可能会避免去引战。或者是要保持和平，或让这件事情呢不要有太大的波澜这样的状况的。我个人会感觉哈，某部分的狮子座的朋友们，就是因为为了去达成这种人和事和哈，我们没什么事不要吵架啦，大家有话好好说啦，或者是你也觉得说，哎呀，我跟他讲有什么用啊？跟他讲反而又跟他吵架，我还不如不要跟他说哈。就是这种类似为了表面平和，或者是不希望引起轩然大波，或者是也不想再一次卷入这样子的事件当中呢，我觉得某部分的这个狮子座的朋友们哈，会变成是说呢，没关系吧。你想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吧。OK，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哈，变得有点像说，你老板跟你讲加班哈，你说我为什么要加班？你又不给我加班费，好啊，那你不要干了，你走了哈。可是我需要这份工作，那你最好默默吞下来。所以变成是说呢，他用你来加班的时候，你又不得不加班，虽然你心里很不爽，但是还是得加班，因为就是我也不想跟老板起冲突，我也是想要领到薪水，我也是想要好好照顾好我自己，养家活口，类似像这样。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像我刚刚叙述的这样的状态当中，好像这个里面交涉的所有相关状况人数会变成是这样子。那当然，我刚刚是举例一个工作，你可以去应对，在你生活的各个面向灵活去使用它，所以变成是这样子呢，你就把这个圣杯倒掉在这个倒掉在这个水里面哈，然后这个水呢，就是举着给别人，然后里面有一只鸽子飞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权杖五是休兵状态，然后呢，你又要高举这个圣杯给别人，这是一个和平圣歌状态。好，为了这样子，好，你高兴，你开心，你快乐，这样就好了。OK， 所以你必须把你自己内在的这个情绪，或者是你内在想要的这个东西呢，暂时先把它搁置到一旁。OK 哈，搁置到一旁之外呢，你还把这个圣歌不是圣歌，要把这个圣杯还给别人喝，所以这个圣杯骑士的这个人他就在这边好好喝他的水。OK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喝到水之外，他还是那个最大利益获得者。OK， 比如说老板类似像这样他就很坏，一直叫你加薪，一直叫你加班，然后不给你加薪，类似像这样。因为你看他连衣服里面穿的这些。这个战袍上面是有鱼的，所以你看它这边有一个源源不绝的这个瀑布，然后身上穿的这个衣服上面有鱼，然后他又自己喝着你递给他的水，所以呢，就变成是说这两个圣杯加上这个圣杯加起来，变成是你的要倒掉。还要拱手给他人，然后拱手给他人的还被别人喝光光，类似像这样 OK 哈，所以我觉得你有点像是燃烧你自己，照耀别人，为了这个可能必须要评定，或者是现阶段你必须不得不接受的一些条件跟状况 OK， 因为这个权杖五跟这个圣杯里面这个和平圣歌就是给我有这样的感觉。那来到现阶段能量场呢，你抽到是星星牌卡，抽到是钱币四，抽到的是宝剑骑士 OK 哈，我会觉得在这样子的循环当中呢。你看你呢不仅现在你自己在这个池子里面这个我这样给你看你比较懂。来，这个是你自己的池子 ，OK 哈，你把所有你自己压抑的情绪、你的需求倒在这里。接着呢，你坐到这个池子里面你拿着里面的池子的水在灌你自己。所以我觉得来到现阶段能量场，我会提醒某部分狮子座的朋友们，你可能会自怨自哀或者是你会自我攻击，你就说，哎呀，我这些东西要怎么样什么的，不行，我应该要争取，哎呀，可是怎么样，你就会在这个循环里面，坐在这个池子里面，跟你这些所累积的这些情绪你又拿这个自己来灌溉你自己，所以你会变成是，我觉得可能犹豫不决或自怨自哀，或者是又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深陷在这样状况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这些情绪会出来。然后最重要的是呢，你看你这边还是持续不断的在灌溉别人。
OK 哈，所以就有点像说，老板跟你讲说，你来加班啊，不给你加班费，你要做更多的事情哈。你就在那边想说，我干嘛要这样子做？可是你又坐在这里，好了，那先跟老板先处理手上的事情，你又在灌溉他，所以就变成是说，这有点像是一个恶性循环。OK 哈，然后呢，接着呢，这边是一个钱币四，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宝剑骑士。这个宝剑骑士跟钱币四给我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这个死神呐，就很像是你老板哈拿着这个镰刀在后面哈，然后你这边死守的，你看这个人是死守的，他的表情很不爽，他说你不能就是基本的东西都不给我吧哈，你最起码加班也要给我一点点加班费啊，或者是给我一点津贴啊哈。然后这个人就是一直在喝水的这个人啊哈，我觉得哈他就是有一点像是要我不能讲到赶尽杀绝，因为他是一个死神的象征哈，就有点像说他有点把你逼到绝路哈。然后呢，你现在可能会牙开，我刚跟你讲嘛，你坐在这个情绪里面，你的情绪可能会随时爆发，你就会想要拿着这个宝剑骑士哈的剑去莫名其妙可能会爆冲，你情绪可能会爆炸，或者是你就不经意的讲出一个什么话，所以这个气势跟气场哈，我个人会觉得说，要稍微能够去注意一下。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爆发，你不可以抱怨，你不可以去争取，不是这个意思，是指这个东西可能会砰一下子突然爆炸，可能旁边人也会吓到，然后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事后可能会有一些后悔的这个状态，或者是覆水难收。所以这个部分我会建议你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你要去思考这样做好不好。当然你怎么做我没有任何意见。为什么会说覆水难收？因为你已经把自己坐在这个池塘里面了。所以这一泼水啊泼出去可能是一整个池塘或一整个湖的这个水啦，所以我才会说这个爆炸力是很惊人的。OK， 然后我为什么刚刚讲说你情绪会这样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就是在这里。好，我先忍耐吧，我先给你吧，给了你我又不爽啊，然后你又来压迫我，然后我又爆炸，所以就是这样子高低起伏的这个状况当中呢，这个挑战这个钱币四则就是你这2到3周的挑战，你要持续的再继续把这个东西分给这个人嘛。因为这个人就像小孩一样，他会一直来拿，永远都选不够，或者是你给他的东西他觉得不够好。因为小朋友呢，其实他们会以他们自己认为的好，觉得是好，所以变成是说你是一个大人，你要不断源源不绝去滋养或支持或支援这个小朋友。OK 哈，所以这就是你的挑战，你在思考的事情。OK， 因为这个钱币四加上这个钱币四的象征的是钱币5，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我做了很多，但我却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然后你就会有点心灰意冷。OK 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会特别提醒这个。这个狮子座朋友们要特别去能够看一下你自己的状态，因为这3个圣杯加这2个圣杯加起来是圣杯5。你有没有发现你的5这边有5，这边有5，55号象征就是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在这边受到一个挑战。再加上圣杯5呢，你会觉得说这个合作好像不如同你所想象的，所以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呢，这个权杖4、权杖10，还有这个圣杯3就出现了。OK 哈，我个人会感觉这边权杖4跟权杖10呢，给我有一种感受。就是你呢，在这边我觉得你还是会不好意思这边可能会分几派狮子座，我尽可能都提到因为这边每个人通过之后，他所做的决定不太一样。OK， 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呢，我个人会感觉某一部分的这个第一派，我们就这样讲吧，第一派狮子座的朋友们你会愿意能够去跟对方协调出一个你认为这3杯水我们要喝的平均，喝的快乐，我不能用这样子压抑的一个方法。所以在这边，我觉得某部分的狮子座的朋友们，你会去争取。你会去试着去跟，比如说，就像我讲的，刚刚那个老板商量，你就说我在这边做的不快乐，你留我有什么用？然后你留我，然后我又不快乐，你又不给我加薪，你又不来跟我协调，你又不跟我商量，那这样子根本就不是一个良好的雇主关系嘛，是不是这样说？对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会试着去争取、去协商，然后去跟他们讲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双赢的一个方法。这个是第一派的这个狮子座朋友们，另外一派狮子座朋友们你可能没有冲破这个挑战，所以在这里呢，我个人会感觉你还是会拿着这个权杖，就是有点像是我们这样讲吧，还是会在这个状况再待久一点。你会变成是说，我这样讲吧，你只能自己先暂时支持在那里，因为我觉得你也没有力气，然后你有很多的考虑，你有很多的顾虑，这样，所以你有点放弃了挣扎，因为这个权杖9被你放在地板上。象征的意思说，我也不想争取，我也不想再这样，先这样吧，我可能没有力气去处理它。这是另外一派的这个狮子座的朋友们，还有一派的这个狮子座的朋友们，你的代表是这个权杖4。这个权杖4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希望能够离开，去建构一个更适合你自己的一个这个状态，不管这个是怎么样的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因为这是这一群人这边有2条牛，他们骑的这个叫做牛车吧准备要离开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你宁可去找到一个你认为适
适合你，然后呢，或者是比如说对你来讲，你觉得可以让你心里比较稳固，或者是觉得说这份工作会让我有安全感或安定感，或者是这一段关系，我觉得这3派的狮子座的朋友们，就是在未来大家会各自面临不同的状况。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国王，这个圣杯国王你注意看哦。这个圣杯又再一次被倒到这个海里，你之前呢是被倒在这个池塘里，这个呢是被倒到海里啦。所以我刚刚开场为什么会说你好像有很多酒局邀约或者是吃肉的邀约去好好释放抒压会比较好。那你来到这边这个圣杯国王呢，其实象征的意思是说你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小咖了，你现在来到这个圣杯国王有一点像说你大概能够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内心这个的情绪会这样想，为什么以前选择压抑，为什么以前会选择先滋养别人支持别人而没有好好照顾到你自己 OK 我个人会感觉这个圣杯国王给我有一种就是你了解人情世故了OK， 人情世故就是我们这样讲好了，比如说你长大了或者是你现在开始工作了，所以你开始了解一些人情世故，不一定我这好难形容，我要怎么举例给你听？就是说你知道就是有这样子的老板 OK， 但是你也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上，或者是你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或者是你为什么选择被这样对待，所以这个情绪有点像说你懂得人情世故了，你知道这一切了OK， 然后情绪又可能不能带到职场上，或情绪去处理事情对你自己没好处，或者是这么多的情绪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对你自己呢就没有做到自我照护的这个我们这样讲这个选项。所以我觉得在后面你会领悟到很多东西，但是这边的东西要先去处理好，你才会成为一个圣杯国王，然后接下来你才会去做出一个决定。OK 所以这边呢，我觉得这张牌卡，我不知道为什么给我有一种能量场，就是我不会说你变得更世故，但是我会觉得你懂得更多人生的一些大道理吧，我们这样讲好吧 OK 因为这是一个很深层的能量情绪 OK 好，所以你理解了啦，你大概能够领悟了啦，大概是这样 OK 好，来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验证牌卡。那宇宙验证牌卡会建议不管是新朋友或老朋友都可以来看一下，因为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症结点会出现，然后呢也会来验证我刚刚要告诉你的讯息跟内容，好吗？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等一下在最后也会有这个就是天使跟宇宙最后的补充讯息，好吗 ？OK 好 OK 好的，来吧，就是这样 OK 好，对我看一下对，你的验证牌已经重复出现了。来，狮子座的朋友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比较久，在讨论你内心层面的东西。因为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抽到是权杖3，验证的是你过去的能量场。这个权杖3加权杖5象征的就是权杖8，卡在这里动弹不得，所以这个权杖8才会被拆开。那被拆开的同时，才会让你开始去思考，我要不要去做出不一样的做法，要不要去一个新的方向。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能量场动弹不得的原因，就是在这里。OK 好，然后呢，接下来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你抽到的是星星牌卡，你的星星牌卡是验证星星牌卡的，所以我才会说你在这个情绪处理疗愈过程，或者是在滋养你自己，或者是不断持续灌溉对方的同时呢，你自己内在的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OK 因为你看到这个女生她也是手上背着一个大圣杯，然后把这边所有的东西都倒掉，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又是3个圣杯，对吧？这边是3个圣杯，这边也是3个圣杯，你的牌是前后一直能量在一个同样的一个情绪当中在跑的 OK 所以呢，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你看你在倒到自己的池塘跟大海，这个也是倒到自己的池塘跟大海，所以我才会说你这边压抑的东西如果把它倒在别人身上这个是蛮惊人的OK 也有可能你现在早就已经爆发了啦因为你看你这边有3个圣杯，这边3个圣杯，这边又来3个圣杯，等于是说你要把这3个圣杯转正但是这要靠你自己的动力跟你自己去做出的这些努力 OK 所以来到呢这个挑战牌卡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钱币侍者验证牌卡是魔术师 OK 这个魔术师说实在的，你可以注意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魔术师是把这个圣杯拿在手上，然后权杖也拿在手上，最重要的是另外一支宝剑也拿在你的头上。我个人会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的挑战就是你要继续给这个小孩吗？你要不要先把这个圣杯拿在你自己的手上，而不是被这个人拿去喝呢？这个人其实就是这个小朋友 OK 那当然你们每个人对应的状况不同，但是呢我个人会感觉你这个宝剑之所以为什么会拿在上面，权杖先稍微往下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开始去思考了，你能够去理解了，你必须要能够清醒的理性去划分，这个圣杯应该要先拿给你自己，你才会开始决定下一个行动。所以你的宝剑在上，权杖在下，原因就是在这里 OK 好，所以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呢，你抽到的这个是权杖7，这个象征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开始把权杖拿在手上了，但是你也开始在抵挡，旁边就会开始有一些争议的声音跑出来了
OK 好，这个权杖七象征的意思说，不管你是选择哪一个派系的狮子座的朋友们，你都会需要去捍卫你所做出的选择。OK， 可能会有一些争议哦，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出现哦，但是你一定要带着你的盾牌跟这个权杖，因为你现在是权杖已经拿起来了，你之前权杖是放下的。OK 好，所以你想清楚，也能够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捍卫自己的立场。那在未来呢，你目前看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这个圣杯国王，这个验证牌卡是 Justice， 这边呢是有一个宝剑跟公平正义的这个天平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会觉得你已经有点理解了，你这个宝剑会站在前头，你会知道说，我知道人情世故。我知道做事可能要有一个斩价的就是要有一个底线不可以让别人好像就是占我便宜所以你宝剑亮在前面，天平挂在身后，象征的意思说你心里的这一把尺也就是这个宝剑已经放在你自己门前，如果有人要对你做出这样的状况的话，你是不允许的。OK 好，你是不允许的，所以呢，你就会开始可能去找一个更适合你的新工作，或者是呢，直接把这个宝剑跟公平正义的牌卡亮出来，跟这个老板去谈一些你不一样的条件。OK 哈，还有这个呢是这个权杖九的朋友们这个权杖九的朋友们，我个人会感觉这个公平正义牌卡在这里是你还在思考怎么样做，对你自己来讲，我觉得在这样的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当中呢，我个人会感觉你还在寻找这个天平。OK， 那某部分极小众狮子座朋友，我必须要告诉你你在这边这个公平正义是有一点点为埋怨，就是你自己如果选择了这样的状态，你就觉得说我不想争取，我不想要反抗，我觉得就这样吧，我就好好在这边支撑一下，但你心里会有点小小的抱怨你会有一点觉得说这对我一点来讲都不公平，可是你选择了这一派的狮子座朋友们，那我觉得你要去想一下，那你要怎么样去为自己争取，好不好 ？OK 好，所以呢，这大概是你的验证牌卡。我们最后就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好吗 ？OK 好，来速度很快来我们来看一下OK 好，他们说呢，这张牌卡是这个婚姻天使。OK 好，他们说呢，他正在协助你的过程当中。好，来这个婚姻天使呢，不是叫你象征你要去结婚不是这个象征的意思是说，请你跟你心中的价值对齐。OK， 因为呢，我就这样比喻给你听他们就有这样解释，你会跟这个人结婚，一定是代表说你们有相处过，你们有磨合过，你们可能三观适合，或者是比如说你们可能个性也或者是兴趣也相同。所以你才会考虑跟他结婚。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正在协助你去找到跟你的三观或你的想法或你人生道路的蓝图能够契合的交手的相关状况元素。OK， 所以他们说呢，这个丹尼尔这个天使呢，他正在协助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去经历到很多生活上面或心理上面的这些筛选或者是分析或者是一个拆解。所以你这个宝剑一定要拿在你自己的头上。OK 好，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这个天使正在协助你，所以狮子座的朋友们，你要把握契机。如果在这2到3周，你觉得这样的状况不再适合你，或者是你想要进行一个调整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请丹尼尔天使来协助你，好吗 ？OK， 好。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是，这个天使要请我转达给你的他们说呢，你一定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在这个短暂的人生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会跟你共同前行，但是他们不一定会陪你到最后，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你在筛选这些人选或项目或机会是不是符合你未来的人生蓝图，这是最后他希望我传递给你的。好吗 ？OK， 好，这就跟嫁一个人一样嘛，是不是这样说？对吧？你会嫁这个人，你一定是觉得说，我觉得我们能够共同前进，你可能是我的最好的一个伙伴，所以我们要朝向同一个目标。所以他们说这是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同样的道理，请我稍微再详细解释一下。OK， 好了，那以上的这个就是要给狮子座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我希望狮子座的朋友们透过这2到3周，可以深思熟虑，为自己找出一条新的道路，好吗？祝福你，也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